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此次亚洲行也引发外界关注。除了出席国葬外，哈里斯的行程还包括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日本媒体称，双方预计举行约30分钟的会谈，将确认深化日美关系，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同时就经济和安保领域的合作展开沟通。而出席国葬后，周三，哈里斯将前往神奈川县横须贺市，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并将于周四到访韩国，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面。这将是美国副总统时隔4年多来再次访韩。韩国媒体称，双方将就加强韩美关系、朝鲜问题、经济安全、重要地区局势以及国际热点等问题交换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哈里斯任内首次访问日本与韩国，也是其第2次亚洲之行。对于哈里斯这次访问，美方官员亮出3点目标：第一，向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致敬，纪念安倍的遗产；第二，在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下，重申对盟友的承诺；第三，深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参与。分析人士指出，继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首访日韩后，时隔4个月，美国政府2号人物借调研外交再访日韩，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是美方领导人连续到访，无疑凸显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哈里斯率领的访问团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赫然在列，这意味着经济议程或将占据重要地位。观察认为，围绕打造芯片4方联盟的沟通，与日方讨论印太经济框架后续谈判议程，以及涉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关议题，都将可能是戴琪此行的重要任务。我们知道，刚刚在美国召开了这个第1次的围绕着印太经济框架召开了美日印澳相关部门的一个官僚级的一个会议，这个实际上也是印太经济战略发起之后的第1次会议。那哈里斯作为美国政府的2号人物，那这一次实际上也肩负着继续推进所谓的美方认为比较务实的印太经济框架，看看到底日本、韩国的执行的意愿和执行情况到底怎么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率领的访问团已抵达日本，那么您对哈里斯此访亚洲如何前瞻？哈里斯启程访亚之际，美联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已经预告说，哈里斯访问日韩的亚洲行程每一站都面临着巨大的争议。随着哈里斯专机的落地，那么新麻烦又来了。从华盛顿传出的最新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认不会出席11月在泰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将由哈里斯代为出席。所以再过2个月，那么哈里斯他还将会率团来亚洲。那么更加让人关注的是，鉴于泰国的 APEC 领导人会议和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几乎是背靠背联轴举行的，那么如果拜登已经确认缺席 APEC 会议，那么 G20 峰会呢？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就曾经以国内议程为由，连续缺席这2场峰会。那么这事儿放在高喊美国第一、动辄退群的特朗普身上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成天高喊同盟体系、大谈所谓印太战略的拜登，他也这么干，那又该咋解释呢？英国路透社昨天发自首尔的电稿标题，直接将美国副总统来访与朝鲜射弹这2件事强行关联，称朝鲜在哈里斯访韩之前发射弹道导弹，半岛局势面临再度升级的风险。那么这对哈里斯当然是不小的一个挑战。新加坡外长维文上周末在美国知名智库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说，他警告，随着大国战略信任的持续缺失，中美关系有陷入态势升级螺旋，也就是所谓 escalatory spiral 的这个巨大的风险。那么维文在演说中再度引用了他的内阁同事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同样在美演说的一个警告，那就是台湾问题对中方意味着红线中的红线 ，the reddest of red line for Beijing。那么在维文之前，王毅也刚刚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说，他也曾特别发出让美国人听得进、记得住的行动警告，必须要坚决制止台独这头破坏力极强的灰犀牛。日本媒体已经在炒作哈里斯见岸田时将会谈到台海议题，哈里斯此访日韩2国会不会再打台湾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